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胡歌、李沁領銜人間有味，用一桌菜講透90年代北京的時代變遷與人情。當社交媒體上一組人間有味的劇照掀起熱議，博主陳晨的寶藏庫筆下獨屬於那個年代的故事感，成為觀眾對這部待播年代美食劇的集體初印象。這部由黃磊執導、胡歌與李沁領銜主演的作品，以90年代北京餐飲行業為背景，憑借一張劇照裡的老北京涮羊肉銅鍋、廚師帽下的匠人神情，演員們貼合時代的扮相，讓萬唐居的故事還未開播就已攢足期待。而網友從劇照細節中捕捉到的劇情伏筆與演員魅力，也折射出觀眾對年代劇煙火氣與時代感的雙重渴求。人間有味的劇照之所以能引發共鳴，核心在於其對90年代北京餐飲生態的精準還原。劇照中出現的老北京老鍋涮羊肉，帶着褶皺的廚師服，木質餐桌旁的市井餐具，這些極具生活質感的細節，瞬間將觀眾拉回那個市場經濟初興、傳統行業面臨變革的年代。正如網友所言，一盤盤菜的煙火氣成為劇集最直觀的吸引力。在美食題材扎堆的影視市場中，人間有味沒有走精緻化的美食美學路線，而是扎根於老北京的後廚與飯堂，用灶台邊的油鹽醬醋、師徒間的口傳心授，勾勒出餐飲行業最真實的模樣。這種對煙火氣的執着，也讓胡歌飾演的廚師樊大成更具說服力。劇照裡他身着樸素工裝，眉眼間帶着後廚匠人特有的執拗與沉穩，與以往的熒幕形象形成鮮明反差，讓觀眾對這個從傳承人到出走者再到守護者的角色充滿好奇。胡歌與李沁的搭檔是人間有味劇照熱議的另一重焦點。作為觀眾心中的實力派演員，兩人的同框畫面自帶故事張力。李沁飾演的楊雨竹身着90年代簡約針織衫，溫柔的眼神中藏着獨立女性的堅定，與胡歌飾演的樊大成形成情感上的互補。而兩人在餐桌旁的互動鏡頭，雖無過多台詞，卻通過微表情傳遞出角色間的羈絆，讓網友直呼光看劇照就腦補出了一部情感大戲。事實上，這並非胡歌與李沁的首次合作，但此次在年代背景下的對手戲，更考驗演員對時代情緒的把握。胡歌為詮釋廚師角色，特意學習精衛廚藝基礎；李沁則通過服化道與肢體語言貼合90年代女性的特質。這種對角色的用心打磨，正是網友口中顏值演技就沒讓人失望過的根源。除了主演的亮眼表現，人間有味的群像陣容同樣讓觀眾充滿期待。劇照解讀中提及的白羽帆、楊采鈺、楊碩以及何冰、劉佩琦等老戲骨，構成了劇集的黃金配角團。何冰作為北京籍演員，其自帶的京腔與市井氣質，與萬唐居老師傅的角色高度契合。劉佩琦的加盟則為劇集的年代質感再添砝碼，而白羽帆等青年演員的參演，又為故事注入了年輕的活力。網友感慨群像角色賦予了這部劇靈魂，正是因為這樣的演員配置，既保證了表演的專業性，又能通過不同年齡段的角色，展現90年代餐飲行業的眾生相從堅守傳統的老師傅，到渴望創新的年輕廚師，再到身處時代浪潮中的普通食客，每個人物都成為時代的縮影。從劇情層面來看，網友從劇照中捕捉到的樊大成選定繼承人到憤然出走，再到回來幫助師傅解決困局的角色胡光，正是人間有味的核心敘事線索。改編自長小虎小說《收山》的這部劇集，並非單純的美食劇，而是以百年老字號萬唐居的興衰為載體，探討傳統與創新、堅守與改變的時代命題。90年代的北京，市場經濟的浪潮衝擊着各行各業，老字號餐飲既要面對外來餐飲的競爭，
也要應對內部的傳承危機。樊大成的成長故事，實則是無數傳統行業從業者的真實寫照。而劇集通過一盤菜一家店的微觀視角，折射出整個時代的變遷。這種以小見大的敘事手法，也讓《人間有味》跳出了美食劇的題材局限，具備了更深厚的現實意義。當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為《人間有味》的劇照津津樂道，本質上是對優質年代劇的期待。在快餐式影視內容層出不窮的當下，觀眾渴望看到有質感、有溫度、有深度的作品，而《人間有味》憑借對年代細節的還原、實力派演員的加盟，兼具煙火氣與時代感的劇情內核，恰好擊中了這一需求。從一張劇照的熱議，到對劇集開播的翹首以盼，《人間有味》已然用細節證明，好的作品從來都是在開拍之初就用心的創作打動觀眾。而當萬唐居的灶台燃起煙火，胡歌與李沁攜手演繹的這段老北京餐飲傳奇，也注定將成為2026年影視市場中一抹獨特的亮色。2. 央視片單王炸，胡歌李沁《人間有味》煙火氣拉滿，預定2026劇王。2026開年影視圈的第一股熱潮，被央視大劇片單中的《人間有味》強勢點燃。這部集結了黃磊執導、胡歌李沁領銜、何冰劉佩琦等老戲骨加持的年代美食劇，僅靠一組首發劇照便引爆全網。《人間有味》年代感封神話題半天閱讀量破3億，相關討論刷屏社交平台，成為開年最受矚目的爆款預定。作為北京市廣電局重點資助項目、北京大視廳重點文藝項目，《人間有味》改編自新京派作家常小虎獲茅盾文學獎推薦的小說《收山》，原劇名因文學質感圈粉無數，改名後雖引發部分爭議，但核心故事的厚重感絲毫不減。劇集以20世紀90年代為背景，聚焦北京百年老字號飯莊萬唐居的30年沉浮，通過一家餐館的興衰交替，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時代變遷，既有灶台煙火氣，更有傳承與革新的博弈。故事主線圍繞胡歌飾演的廚師樊大成展開，這個被師父楊月軍和冰室看中的烹飪天才，因一道黃河鯉魚結緣萬唐居，卻在成長過程中因理念衝突選擇出走闖蕩。當萬唐居因大師兄經營不善瀕臨破產時，已是業界名家的樊大成重返老店，以新中餐理念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，讓老字號重煥生機。然而在資本湧入、外資餐飲搶灘的浪潮中，萬唐居遭遇經營權被奪、投資失利等危機，最終樊大成與師兄弟們齊心協力，守護住了這份承載着幾代人記憶的餐飲基業。編劇於勇敢用細膩筆觸，將師徒情誼、行業規矩、時代洪流下的人情溫度融入劇情，讓每一個矛盾都成為時代的縮影。主創陣容的神仙配置是劇集的核心底氣。總導演黃磊時隔18年在職年代劇導統，擅長捕捉生活細節與情感溫度的他，此次執導美食題材堪稱本色出演。他直言，我們要拍的不是一部美食劇，而是一部人的劇，鍋碗瓢盆裡裝的是記憶，更是人心。為還原真實質感，黃磊帶領主創提前3個月炮館子，從老魯菜館的翻鍋技巧到新中餐廳的擺盤藝術，全方位打磨細節。胡歌與李沁的首次正式合作，堪稱內娛開年最驚喜的組合。作為觀眾心中的國民演員，胡歌從《琅琊榜》的梅長蘇到《繁花》的寶總，始終以扎實演技突破戲路。此次為貼合樊大成的廚師形象，提前3個月減重12斤，還向非遺廚師苦練片鴨、顛勺等傳統技藝，手上磨出老繭也毫不懈怠。殺青時玩笑稱必也能騙108片。李沁則跳出古偶舒適圈，飾演獨立堅韌的時代女性楊雨竹，既是樊大成的初戀，也是他成長路上的重要支撐。為貼近角色，他特意學習算盤，
剪紙等90年代生活技能，研究胡同女性的言行神態，將克制又洶湧的情感特質融入角色。開機路透中，兩人共騎28大槓自行車穿梭北京胡同的畫面，成為網友心中的年代感名場面。胡歌穿着洗得發白的藍布工裝，李沁紮着麻花辮，身着淺藍碎花襯衫，後座輕拽衣角的互動自然質樸。暖黃路燈下拉長的身影，搭配胡同裡的煤爐煙火，瞬間戳中觀眾的童年記憶。網友盛讚，這不是演 CP， 是真的從90年代胡同裡走出來的一對兒。這種拒絕工業糖精的煙火氣陪伴，正是劇集情感線的核心魅力。配角陣容同樣堪稱演技派盛宴，國家1級演員何冰、劉佩琦坐鎮，分別飾演堅守傳統的掌灶師傅與烤鴨匠人。網傳何冰一場手抖撒茶湯的細節戲，拍完後全組鼓掌10分鐘，被預判為高光名場面。白羽帆、楊采鈺、楊朔組成青年主演梯隊，涂松岩、謝君豪、陶慧敏等實力派友情出演，其中胡歌與謝君豪的仙劍三搭更引發一波回憶殺。無番位之爭的清爽配置，讓主創能全身心投入創作，盡顯誠意。劇組在細節打磨上的匠心，更讓觀眾看到品質保障。為還原90年代北京風貌，劇組搭建了16000平方米的實景攝影棚，一復刻萬塘居的後廚、大堂與胡同口的便民菜攤，甚至淘來光緒年間的老匾和手寫舊菜單。3位退休的萬塘居老廚師擔任技術顧問，從刀具擺放、服務員吆喝聲到菜品製作流程，都嚴格遵循當年習慣，連演員的圍裙都帶着真實的油星子，真正做到鍋勺真鐵，火苗真沒，菜要真做。儘管導演黃磊曾有深夜食堂的口碑翻車經歷，讓部分觀眾心存擔憂，但劇集透出的製作誠意與厚重題材，仍讓多數網友充滿信心。從傳統技藝的堅守到現代理念的創新，從個人命運的抉擇到時代浪潮的裹挾人間有味，用一方灶台的煙火氣，講述着百態人生的智慧。目前劇集已進入緊張的跨年拍攝階段，預計2026年正式上線。這場關於傳承、奮鬥與堅守的年代敘事，能否如網友期待般成為下一個國民級爆款？讓我們拭目以待這桌滿漢全席的精彩呈現。